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了。我们先分享王瑞波老师的一个体会啊，他是1月7号的说辞简谦，一日反省，说稍有不简之念，需静心，要升华自己。他是学习第791课扩容磁场重塑与世界的关系的这个体会，说真是太神奇了，说实验成功了，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实验哈。说昨晚跟791课扩容磁场重塑与世界的关系学习锻炼，说跟课实验，说以前呢儿子与我呀不怎么沟通，经过近期在家随良安时空锻炼，感觉关系好多了，儿子还是话少。昨晚呢我就把这个爱的怀抱哈，就满怀都是慈悲的这种状态，就把全家人和父母姐姐一家呀全放在胸前环抱的磁场之中，全放在这个爱的磁场里面，说跟课锻炼。说早晨呢又这样练习，上午呢有时间也把全家人亲戚这些人全都放在这个磁场中去磁化，慈悲的这个词磁场也是慈悲的这个词。说跟着课锻炼，说中午下班与儿子对话，儿子就和我态度柔和的说话，而且我上班临走的时候，看到儿子悄悄地为我切好苹果放餐桌上，让我走的时候带上吃。说今天上大学的女儿呢也与我微信联系了，我非常愉快。就当你自己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你那个磁场出去了，家里面父子连心母子连心的心相应是相连的，是你这儿一变化了，自然而然的你的孩子家人他一定会跟着发生变化的说日改一错脾气秉性方面说改错成功了。你看我们听他的分享他改错成功了。说昨天课前半个小时看了课程的简介，说身心已被爱充满了，就看那个文字的叙述就最近我是录播有视频，还配了一些文字，说身心已被爱充满，兴奋不已。说妻子业余加班送餐打来电话，说电少了，需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去送餐，来回至少是5公里，说让我开车同他去，开车去电池没有电了在以前我会纠结影响听课，甚至心脑狭窄有怨，就觉得怎么又让我去做这个事情那种感觉。说现在呢，说我直截了当马上高兴的下楼去了，把课上内容爱与慈悲落实到身上，落实到行动中。路上真诚感恩妻子的情节，在一起非常愉快，回来也没误上良安时空的课。你看，就是自己改错成功了，就过去不是这样，现在变了，这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转变说日行一善，再加了和颜和颜悦色的应该是说锻炼呢，听课学习第791课扩容磁场重塑与世界的关系，随课练习开心通肺15分钟，富贵婴儿15分钟，含间缩像15分钟，生活中觉知爱的呼吸最后用爱化怨，用静化躁的情况，说无怨躁深修静爱。我们就看到了王老师的这种变化，真的是难能可贵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听到了这样的内容，我怎么样去做去，怎么去落实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了，那我们分享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今天要说的内容呢，就是和我们最近的这个课有关系大家可能看到了，最近呢就是不是在两岸时空直播，而是在微信公众号里发了一篇文章，然后附上了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不是直播就是录播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最近因为直播中有很多的乱象了，就是比方说吧乱象就太多了，我就讲一些方面比方说有人夸大宣传，就称他自己有什么什么药，有什么什么就可以帮助治疗一些重大的疾病重大疾病的名称我就不说了就大家知道这重大的疾病，就抓住了病人呢想好病的这种心理，高价售卖一些可能没有什么作用的这样的药物。
那有的一些呢，就说我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去帮助别人去治病，从而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高额的费用因此呢，就给很多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身心的伤害以及财产的损失。所以国家呢对直播平台就管理的非常严格，就一些重大的疾病的名词名称就被列入了敏感词比方说这些词你一提，可能你在直播中呃你并没有说我这可以怎么怎么样，跟你提到了这样的词汇，有可能就会被对敏感词抓住了，然后你的可能直播就被禁播了其实呢，大家注意这个不怪平台因为大家都很多人就在直播间夸大说包治百病等等，的确这个是对那些病友来说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伤害，无论是身心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国家这样管呢，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也是为老百姓好，为咱们大家都好。当然大家知道梁安时空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售卖行为，没有任何的售卖行为也没有其他的违规违法乱纪的活动不过为了避免在直播中因为有口误，因为有时候说到了一些词不太清楚的口误而违规呢就比方说你提到一些重大疾病的敏感词等等吧，所以呢我就想梁安时空近期呢就采用了这个稳妥的录播的形式而就采取的不是直播平台了，而是放到微信公众号。一般来说呢，我就是头一天或者上午录好，比方说头一天晚上我录好了，第二天来用放在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录播的一个课程放上去。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因为你如果说有违规的这样的词汇、违规的行为，你往上传的时候你如果往上传就传不上去，他就给你把关了这样呢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但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录播就好像少了一点那种直播的感觉，直播的有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录播也不错第一方面呢，你看每次我录播之后，我就因为要发到微信公众号上，我要写一些文章，就把我讲的内容精炼成文字，精炼文字呢，就把它又写出来之后，这样大家既能看到视频，又能读这个文字，就像刚才王瑞波老师讲的在直播之前我就看到了这些文字这样呢就既能看视频又能读文字，也可以说是双份的去学习去领会这些内容另外一方面呢，录播呢时间就更自由了，就是我们对大家来说也是这样，你也不用卡着点非得到晚上7:39你啥时候看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说您习惯了说每周2、4日的晚上7:39，那你这个时间打开更好，可能你时间长了定时定点定地方锻炼有这样一个惯性习惯也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场也很好你也可以像以前这样，就到这个时间我打开它，然后我就一起听一起锻炼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录播还有什么好处？质量也可以说是更稳定，因为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想说的就能更说清楚，而有时候可以选择自己状态很好的时候，我去录这样一个课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交点就最关键就是我心里面对待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录播说你就可以随随便便了，不是这样，那个认真的劲儿一点也没减少。就是因为过去你直播也是看不到大家，现在也是看不到大家，但在我的心中就好像大家就在我的眼前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在播的时候，在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各位亲友、各位朋友就在前面，我看着大家一样。空间我们不在一块儿，空间隔不开我们，但时间也隔不开我们当然尽量呢，我还会比方说每天晚上我就7:39的时候开始录播录播明天的这一刻，后面这一刻如果您在那个时候说想同步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再点开再看，在一块锻炼也好就习惯了跟大家同步。说从直播变成录播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对我来说呢就是也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一个更不一样的这种理解了。
因为我们锻炼呢讲练这个精气神，我就从这个精气神这3个方面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体悟、一些变化哈。首先你看这个从形上，我们锻炼讲形气神嘛，那就是这个形上，我就觉得真的你就更深刻的体会到一切有形的东西，一切所谓的形式它都会变的，都会消失的。直播呢它是一种形式，录播呢也是一种形式。你真的形式就像那个衣服一样，你可以换啊，但你看关键看你谁在穿它了啊。那你通过这个事情，你看从直播的停下来了，然后变成改变了，你真的你就会想象的那种无常，所谓缘起性空哈，就一切都在变化。如果说你就不能够着在任何的形式上，如果你一定要着在某个形式上，我一定要如何，一定要如何，那你就很别扭了，你自己就难受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就特别是哈，比方说我们容易会着在一些什么呢？自认为是正确的，比方说我就觉得，哎呀，就良师公很好啊，良师公没有违规，没有任何行为啊，为什么有人会这样说或那样说啊？如果你着在这上面，那就麻烦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你认为他是很好的，包括很多人都一块认为他这是很好的，他这也是什么呢？这也是自以为是啊。但自以为是平常是一个负面的词哈，我们讲你认为是什么什么，这不是也是自以为是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站在你个人的角度讲，哟，这个是很好的。但如果说站在更大的角度，比方说国家对网络空间的这种治理、直播乱象的治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你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你的格局也就小了，是吧？所以如果看在更大的范围去看，你个人的一些利益、个人的一些东西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那也没什么，是吧？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你认为的是很好的，好像应该一直坚持下去的，可能就必须让你去改变，让你改变，那不就是改变那个我吗？说你认为这个是很好的，它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那个我有时候你碰不到，遇到事儿才碰到那个我，就看这个我对这种对这种形式，你是如何去看待的？你执着在上面，你还是什么呀？能够把它看透它。看透它。任何东西真的都是无常变化的，说缘起性空嘛，有各种条件到那个在5年前5年多以前，在那个条件下，有了这种直播的，我们两岸时空直播的这个状况，可能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呢，可能各种条件发生变化了，又需要新的形式出现了，说一切都是流动变化的，不能够停在某一个点上去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有这样的一种胸怀啊。那么将呢讲的是这个行了啊，过去这个你看我们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事儿哈，那边锻炼来说，你站桩往那一站，你练这个富贵婴儿也好，干什么也好，你一站，你就不能太着在形上，着在这个动作标准，哟，是不是漂亮，是不是标准，是不是到位，你就不能着在上面。你着在上面之后，你也就让它失去了更多的变化，更多的可能性。所以锻炼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不去着在这个形上，我站在这儿，那我就是一团气。过去讲过忘掉形，气也不可以，气也可以忘掉。说把形当成气一样，把气当成意一样，也是这样的道理。是虚实相通啊，有无相生，它都是在变化的，没有不好的事儿，只有从一个事儿变成另外一件事儿，它都是在变化的啊。那么从气上我自己有什么感受呢？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保持什么？保持那个正气，保持正气，无论形势怎么变，那个气不能变。那梁安石公的气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自开播以来就坚持那个正气啊！你往那一竖立，哇，往那一待，那个竖的那种慈悲自然的那个爱，一团祥和之气，不争不斗的，那种祥和之气。那母爱无疆呢？哇，满怀的慈悲气。富贵婴儿呢？哇，那个纯净的气。无论什么都是正气。那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这个正气，这股气儿在哪儿？
那儿就是什么？那儿就是两岸时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儿就是两岸时空。前不久有同学给我，他也不明情况，也就打电话给我说，老师啊，我帮你去申诉，我帮你去干什么什么。我说千万不要啊，没有，我们讲要练一身正气，练和气嘛，我们为和谐社会去做贡献嘛，那我们就要适应整个接纳、适应整个社会国家对网络管理的这种严格的要求，这没有问题啊，没有。当你有了这种气儿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同时，我还觉得我们对待气上就是你要就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就你心中的那口气儿，你得是通的，得是活的，就真的像下围棋一样，就你得有个空间，那个空间是活的。如果空间是死了，那你就给憋住了。你憋住之后，你就麻烦了。大家想什么这样，你就没法前进，没法生活了，没法生活了。那么这个气儿就靠你自己去营造，靠你自己去创造。你心里面得通开了，得有这团气。这团气它是个空的，是个活气。那你想一下，我们站桩，你往那一站，哇，它站的是个活气儿，它不是死板的气儿，站的是个活气儿。你看，往那一站，说呼吸精气，独立守身。呼吸天地之精气，独立守身。你富贵婴儿往那一待，他是个活劲儿啊，爱往来奉献，和天地相合，说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你看，都是练的是活气儿。你锻炼的时候是活气儿，生活中它也是活气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切它都是活的，都是在变化的，都是变。你以自己这种清明的心、灵动的心去适应周围的一些变化，那么一切的变化就成了动力，就成了动力。说你这个心是摇摆不定的，那给你点力量，那可能帮助你的力量，也可能把你推倒。就像过去我的老师经常举的例子，就像磨盘一样。那个磨盘中间那个轴如果不稳的话，别人帮着你推磨，可能把它推出去了。你那块又稳的话，你再怎么推，反而把它转得更快了，更快了。所以你得有这股气儿。那有了这种气当如果说你和天地精神相沟通，当你有了这种和天地精神相沟通，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这是讲从气的方面的一些理解那么从神的这个方面，是这个神意不断，一切皆有可能。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讲什么呢？叫形断气不断，气断意不断。就看起来这个动作因为什么时候好像断了，可那个气儿它没断。你看起来那个气儿断了，可那个神意它不断，神意不断。所以那么用爱护两岸时空的它这个这个意是什么呢？或者灵魂是什么呢？那就是用爱护生命了。只要有用爱护生命这个神意在，自然会凝聚相应的那个能量，那个气，最终又形成了更加适合当下的这种沟通的这种方式。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用爱护生命的神意不断，我们总能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沟通。所以这一次这种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比方说当过去呢一直在不停的播，你就一直在准备课锻炼，一停下有一段时间那你就可以静下心来了，就有时间去回看自己之前的那个直播，也让自己停下来慢下来，不能太惯性的往前跑了。很有意思的时候，当我自己回头去看过去我的直播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在那种灵感自然流淌的状态下讲出来的东西，真的挺不错，真的挺好的。就过去我讲完了之后，可能就再讲下一课，就把过去讲过的就把它忽略掉了忽略掉。再回头一看，再一整理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都再次受益，再次学习。我觉得确实讲的还不错就是自己那种感觉，自己再回头看，自己在学习。特别是现在讲完之后，
比方录播的时候跟直播过去也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因为过去讲完之后可能就准备下一课去了，现在讲完之后，哟，我要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啊，放到这上面去啊。那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写一篇文章，你本身对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提升。特别在写着文章的时候，就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内容，我又再听一遍，再整理一下，再学习一下，这真的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在此呢，根据上面讲的这些啊，也跟大家有一个约定，新的约定啊。第一呢，这个内容啊是照旧的，还是2、4日，我争取在这些天呢去跟大家发这个直播了哈。两岸时空的分享它不会缺席，可能有的时候会停一下，有特殊的情况呢，基本上会这样进行。我们过去讲过，至少要播到1000期啊，现在将近快800期了啊，这个不会断的啊。当然那个形式呢就有点升级了，升级就是内容啊，就是录播的这个视频加上什么，加上我写的这个文章，也给大家双份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直播我们的精神是不会变的，就那份用爱护生命的这个初心啊，它是不会变的，是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嘛，也是这样的，不忘初心，我会一直的这样去跟大家分享下去啊。大家请放心，那天有湖南的几位同学，他们集中在一块儿打电话给我，一边打着电话，笑着笑着，然后就哭了，哭了，我也很感动哈。大家请放心，有大家的这种关爱，大家对我的这种关爱，对两岸时空的热爱啊，两岸时空会一直跟大家这样分享下去，我们共同学习，一直走下去哈。所以变化呢，其实它不是失去，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获得。你真的就像就像春天花开，秋天叶落，都是生活不同的这种美好的状态。就是我在准备这课的时候啊，我就准备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有一段歌词，你看大家可能都会唱的那个歌啊，说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啊，就是如我们在两岸时空已经相伴2000多天了，2000个日夜一样。就当您阅读这公众号上文字的时候，那个文字是我写的文字哈。那如果真的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变什么呢？见字如面。过去我们写信经常这样写的，见字如面。当您打开了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呢？又促膝而谈。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两岸时空的亲友都有这样的一份感觉，就是我当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们就见字如面。当我看这段视频、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又什么促膝而谈，好吧？那我们今天讲就讲到这儿，我们现在再一起来锻炼啊。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我刚才忘了说一个事情，因为有时候这个录播这个视频可能视频会很大，很大的时候呢，把它上传，有时候就传不上去，就需要把视频分开。可能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前面讲的这部分作为一个小的视频，然后呢后面锻炼的时候作为一个小的视频，会分成2个啊。如果能传上去一个的时候呢，我就不把它分开了啊。好，我们继续锻炼啊。安静，就往那一站，不执着在这个形上，这个形像气一样，气像意一样。
敞开心胸，张开怀抱，心中的爱充斥无限虚空，真的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启禀，爱无疆，将爱奉献给无限虚空，万物众生。坚定，上升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的时间，慢慢下落。经额头、面部、胸、指腹、小腹，双膝一软，全身柔若无骨，复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上升。指命门，点手向前，到肚脐，点
手分开。安静，安静。脚分开，正后八字。慢慢上抬，两臂慢慢上抬。身体微下蹲。心像气一样，气像意一样，像神一样，都是空的。不着于形，不着于气。头脑空荡灵明。凝神调息，调息凝神，心息相依。
安静，百会上庭，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两臂阴掌侧起，抬起的不是胳膊，而是安静。与肩平，臀肩缩下，展开向松，臀肩缩小，聚精会神。展开向松，臀肩缩小，
想送君说想想送君说想想送两笔慢慢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大家静坐静养。我也非常感谢梁安师公的亲友对梁安师公分享的形式变化的这种理解。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大家呢，就是能够很积极的、阳光的面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这个是一个困难的事儿，一个麻烦的事儿，或者说一个给你制造困难的人，其实从长远来看呀，都是好事儿，都是好人。因为只有那些所谓困难的事儿跟你找麻烦的人，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况，才能逼着你跳出舒适圈去发生美好的这种变化，就逼着你激发自己的潜能，
让你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各个方面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所以一定内在始终是积极的、阳光的、乐观，始终保持内在的那颗正气和一颗清明的这样的一颗心。好，如果大家想静坐，就可以多坐一会儿啊。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